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优势基础认知行为治疗。优势基础认知行为治疗是贝克认知治疗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形式，由 Christine Padesky 跟 Catherine Murray 发展出来。所有贝克发展的认知治疗原理和实证基础的治疗技术都包含在优势基础认知行为治疗当中。主要的理念是积极的整合个案的优点，并且鼓励个案投入治疗，也经常提供改变之路，以避免个案在过程当中迷失方向。优势基础认知行为治疗认为，治疗师应该要了解当事人议题所相关的实证研究知识，强调运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模式，像是想想看你会想成为什么样子，像是你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治疗师与当事人合作测试信念，并且实验以新的行为是否可以达成个案心中的目标。我们用韧性的4个阶段的模式来帮助个案建立正向的特质，希望当事人能够面对挑战并且维持韧性，而不是只有成功的完成目标，也期待当事人可以以正向的态度面对失败。这4个阶段的模式包括寻找、建构、应用、练习。寻找是指的寻找个案的优点以及日常生活中做的最好的事情。建构呢，是发现进行活动的阻碍是什么，而个案又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应用是教导个案运用自己成功处理相似问题的经验，思考如何在问题领域中维持韧性。练习是请个案设计实验，重点放在维持韧性。我们现在用小明做一个个案来说明4阶段模式的应用。第一个阶段，我们找寻到小明的优点。小明喜欢玩电动，并且他会运用各种的策略想办法破关。这些策略当中包括了问题解决、寻求朋友的帮助、告诉自己可以找到方法破关等等。这种面对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模式，就是第2阶段建构。第3个阶段的应用，就是治疗师帮助小明依照他面对并解决问题的模式，思考一些策略，帮忙小明在面对有困难的问题的时候维持韧性。像是小明要邀请过去他无法告白的人出来吃饭，解决他的告白困难。第4个阶段的练习是让小明执行一系列的告白实验，实验的焦点是在维持他的韧性，而不是告白成功。我们可以应用4阶段的模式，帮助当事人建立正向的特质，像是温柔、爱心、勇气等等。关键是我们要在当事人每天的生活中找到有哪些事情是他已经拥有这些特质的。例如像是极端自我中心的人，在对待他的某些朋友的时候也是十分的温柔的。治疗师在治疗过程当中协助当事人观察和描述他们生活中经验的细节，采用4阶段模式，发展以当事人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将他的优点整合到个案概念化以及治疗历程。